直到1月5号，美国对乌的18.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已经过去了2周时间。而在本周三，当面对路透社记者的访问时，美国总统拜登向外表示，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援助 M2 布拉德里战车，以此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而就在今天，该援助计划终于敲定了。下面大兵就和大家详细讲讲这款战车。在早期，随着坦克的出现和装甲战术的发展，以及2战后纯坦克集群冲击战术的淘汰，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必须开发新的载具，它必须能在伴随步兵冲锋的同时，还能为步兵和坦克提供火力支援，这也就是步坦协同战术。在这期间，传统的装甲运兵车无论是火力还是防护都相差太多，因此一种前所未有的战车诞生了，即步兵战车。在这里大兵首先说一下 APC 和 IFV 的不同。虽然他们的任务都是支援步兵，但是前者呢主要任务是运输步兵，充当了战场出租车的作用，而后者除了运输步兵外，还要伴随着步兵作战。因此，步战车大多配置有由机炮、反坦克导弹组成的火力系统，以及更加强悍的防护能力。至于本片的主角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它的诞生呢与前苏联的 BMP-1 步兵战车息息相关。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陆军便已经开始研发全履带步兵战车了，但是从 M75 到 M59， 再到60年代初的 M113， 这些装甲车只能被称为装甲运兵车，它们并没有安装专门设计武器。到了1967年，随着苏联向外公布了 BMP-1 步兵战车，美国陆军就坐不住了。这种战车呢是为了进攻而设计的，上面不仅配置了一门73毫米的低压滑膛炮，还安装了双联机枪和反坦克导弹系统，而且车内呢还能运送8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也就是说，随着车推进的步兵再也不是坦克骑兵或者人形外挂装甲了。一旦随车步兵遇到突发情况，不仅能立刻出车散开打交叉火力，还能在前方情况不明时进行侦察，极大地提升了装甲载具的生存能力。而且一旦步兵遇到敌方装甲车辆或其他重火力，步兵战车还能用火炮和机枪进行火力支援。就算是需要快速进攻或者撤退，步兵也能上车就走，还有战车装甲的保护。时间来到1972年4月，美国陆军开始推出新型的步兵战车的开发计划。当时参与竞标的有克莱斯勒集团、FMC 集团以及太平洋汽车和铸造公司。最终 FMC 赢得了竞标。1975年夏季， FMC 制造出了首辆原型车，之后按照美国陆军的意见进行了一些改进。1980年，按照美国战车以将军命名的惯例，为了纪念美国陆军5星上将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该战车最终被命名为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次年呢 ，M2 正式量产并进入美军服役，自此之后正式开启了它的传奇之路。如何判断一款步兵战车性能优不优秀，自然呢是要看火力、防护以及机动性，而排在首位的必然是它的火力。毕竟作为一款战斗车辆，你首先要有战斗能力才能过关。M2 的主武器呢是一门25毫米 M242 大副射机关炮，该炮呢一直以优秀的可靠性著称，平均射击 2.2 万发才会出现一次故障，可靠性远超过同类产品。当然，如果论单发威力的话，该炮肯定是不如主战坦克的120毫米火炮的，但是它也有优势，那就是射速快，射速能从200发每分到500发每分之间自由调节，可以方便应对不同的战斗情景。另外呢 ，M242 还不仅能够使用穿甲弹，还可以使用高爆弹和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其中 M919 型的 APF-SDST 炮弹，它的炮口初速能够达到1385米每秒，能在2100米范围内击穿100毫米的军制钢装甲。要知道，就算是俄制的 BMP-3 步兵战车，其平均装甲厚度也只有20毫米左右，手上装甲也只有57毫米。别说 M2 的机炮了，它甚至无法防御500米外的 12.7 毫米穿甲弹药，因此对付步兵战车轻轻松松。然而呢，虽然 M242 并不适合对抗坦克，但是根据 M2 步兵战车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 25毫米机关炮是能够瘫痪坦克的。M2 也曾经击毁过伊拉克的 T55， 甚至还近距离击毁过俄制的 T72。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打的话，理论上击杀坦克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现今的俄乌战争期间，俄军使用的 T72 和 T64可不在少数。当然，大兵并不推荐用机炮去打坦克，毕竟25毫米炮的本质任务还是打击轻型装甲车辆或碉堡火力据点，能对 APC 和 IFV 造成有效的击穿，并且对混凝土掩体的穿透力与毁伤力较高。打坦克的话，就有点看运气了。在 M242 机关炮侧面还安装有一门 7.62 毫米的 M240C 同轴机枪，其作为 M242 的辅助武器，一般呢是用于压制无装甲目标，备弹2200发。此外呢 M2 系列还曾经安装过 M231 FPW 射孔枪，期间呢由士兵在车体内部射击。该枪呢是在 M16 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能够使用标准的 M16 铝制弹匣。不过呢，在 M3 骑兵战车以及后来的 M2 改型上，由于作用不大，便取消了这个设计。看到这里，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如果遇到主战坦克，那么 M2 岂不是要被乱杀？当然不是。虽然25毫米机炮作用不大，但是真碰上主战坦克， M2 也有真正的大杀器，即反坦克导弹。在 A1 型服役时， M2 便加装了导弹发射系统，用不到时，双联装导弹发射架折叠在炮塔侧面，启用后会自动打开进入待发射模式。而 M2 所搭载的反坦克导弹就是大名鼎鼎的 BGM-71 反坦克导弹，也有人将其翻译为陶式。其实呢 TOW 只是3个词组的缩写，即深管发射、光学追踪、线控制导，这也是该导弹的3个主要特点。从1970年服役以来，这款导弹呢便享誉全球，目前全球大约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使用它的各种型号。其实呢，早期的 BGM-71 穿甲能力并不出色， A 型大概是只有430毫米，射程也只有3750米。但是现今的主力 D 型、E 型，其穿身已经达到了900毫米和一层反应装甲，理论上能够击穿3代主坦的正面装甲。再加上 E 型还是串联战斗部，能够有效击穿表面辐射爆炸反应装甲的目标。至于更新型的 F 型号呢，则是改变了攻击方式，使用爆炸成型炸药进行攻顶打击，专门对付坦克薄弱的炮塔顶部，效果非常好。除此之外呢 ，M2 还经过了专门设计，车组人员无需下车就能重新装填导弹，期间呢只需要打开车体顶部的舱门，然后将炮塔稍微往左转一下，就能够将导弹塞入发射架，避免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之下，极大地提高了成员的生存性和战车战斗力。平时战车导弹发射架内有2枚待发弹，车内则另存5发备用弹药。至于 M2 的火控系统方面呢，它的炮手使用的是一具雷声公司生产的外壳有装甲保护的昼夜合一瞄准镜，其放大倍率为4倍和12倍。前者呢，一般用于车辆静止或者行进期间，主炮和机枪的高速跟踪与瞄准，而后者呢，则是用于车辆静止状态下陶式的低速跟踪与瞄准。另外，该瞄准镜还能够在夜间和不良气候条件下使用红外热成像夜视仪观察和瞄准。还有就是车长使用的光纤中继显示系统，能够看到与炮手瞄准镜中相同的图像，并且可以越过炮手控制火炮跟踪、瞄准和射击。由于使用了通用公司的全电式炮塔驱动和双向稳定系统，因此火炮能在行进中对目标精确射击。此外，车长舱门前方还安装有一个对空瞄准具，炮塔上另外还有一个5倍率的备份昼间瞄准镜，一旦主瞄准镜损坏或者是因故障失灵，便可以供炮手或者车长应急瞄准使用。那么火力方面说完了，下面咱们再来看看对于乌军来说同样重要的防护和机动性能。对于一辆步兵战车来说，大家肯定不能让它有着如同主战坦克般的防护力，当然以色列的步兵战车除外，毕竟没有哪个国家会将步兵战车做成重型战斗要塞。在这方面呢，基础型的 M2 的防护指标是能够全方位防御 14.5 毫米钢心机枪弹，车体装甲是由2层 6.4 毫米钢板和5083铝板组成的间隙装甲，极大提高了对破甲弹射流的防御。至于车底钢板呢，则要更厚一些，
这是为了避免被反坦克地雷爆破。而之所以使用这种注重两侧轻正面的装甲设计，其实呢是与装甲车的作战模式是有关的。实战中，步兵战车肯定是抵挡不住坦克的攻击的，它防御的重点是单兵导弹和火箭，因此面积较大的侧面就成了被攻击的主要方向，这才出现了这种不寻常的设计。只不过后来实战证明，就算是正面，同样不缺少火箭弹的攻击。因此，后续的 M2 便加强了正面装甲，能够防御30毫米的机关炮和一些 RPG 的攻击。而布拉德利的主动防御系统则是一对各4轮的烟雾榴弹发射器，安装在炮塔两侧，用于形成防御性烟障。同时，这种烟雾榴弹发射器能够发射热铀弹，以此干扰特定的反装甲武器。至于 M2 的机动性，以 M2A2 型为例，车体全重约28吨，车长7米，车宽2.7米，车高2.6米，可以容纳6名全副武装的步兵。车内的步兵能够通过观察口获取外部信息，需要时还能在车内使用轻武器还击。而 M2 的载员舱门呢是跳板式的，该设计非常方便步兵快速上下车，相较于苏联的隔壳式的对开门的舱门各有优势。动力方面呢 ，M2 安装有一台600马力的 VTA 930T 柴油引擎，公重比为 19.74， 虽然不如那些公重比超过20的主战坦克，但是由于重量较轻，因此 M2 的加速性能很好。再加上设计时便考虑到了与 M1 坦克协同作战，因此其速度基本上与艾布拉姆斯相当，极限时速能够达到66公里每小时。而且呢，与艾布拉姆斯一样 ，M2 也具备出色的越野能力，并且能够由 C-17全球霸王来空运。此外呢，由于 M2 在披挂附加装甲时车辆过重，会极大影响幅度，为了提高幅度性能，还专门在车辆的裙板上安装了3个气囊，平时呢装在铝装甲板制成的箱中。幅度前由人员使用简易压气机充气，充气所需时间不到4分钟。幅度时，所有气囊均潜入水下，就算被敌方轻武器击中，也能立刻重新充气。好了，关于 M2 的性能，大兵已经说这么多了。那么 M2 的战绩有多辉煌呢？如果说海湾战争中美军发挥最出色的5款装备是谁，那必然是 A10 油猪攻击机、AH-64阿帕奇、BGM-109战斧巡航导弹、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这些装备都是在此战而闻名世界的，当然其他武器的表现也非常优异。而关于这5款装备呢，可能前4个比较好理解，毕竟 M1A1A2 在沙漠展现出了恐怖的统治力，油猪和阿帕奇简直是伊军坦克的天敌，战斧呢更是美军打击伊军重要军事目标的攻击利器。但是 M2 步兵战车作为一款战场辅助装备，为何能成为5巨头之一呢？这个原因还要从布塞耶战役讲起。这场战役中呢 ，M2 可谓是一战成名。1991年2月26号，美国陆军立下的2个 M2 步兵战车联队，在布塞耶区域一次性击毁了伊军装甲师共29辆 T-72和数十辆装甲车。与之相比呢，一同参战的 M1 主战坦克却只击毁了伊军28辆坦克。也就是说，这场战役中 M2 创造的战绩比 M1 还要耀眼。后来呢，也正是因为此战，有了海湾战争中 M2 击毁的坦克数量要比 M1 主战坦克还要多的说法。但是呢，这里大兵需要纠正一点，这种说法呢只适用于布塞耶战役，在整个战争期间 ，M2 击毁的坦克数量并不多。根据战后统计，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战争期间呢，共击毁了伊军约3000辆主战坦克，其中呢2/3是由 M1 坦克创造的，剩下的则要归功于 A10、AH-64等装备。而 M2 所摧毁的坦克数量，除了布塞耶战役以外呢，就没有其他相应的描述了。不过在整场海湾战争中，美军仅只损失了20台 M2， 其中呢有3台是被击毁的，17台则是友军误伤，另有12台不同程度损伤，也是得益于 M2 优秀的防护能力。步战车的成员倒是没有多少伤亡。战后为了解决友军误击问题，美军便为 M2 也加装了新的目标标记系统。此外呢，除了布塞耶战役之外， M2 的辅助表现也极为亮眼。由于拥有了热红外成像仪和远距离目标识别能力，它的观察能力比 M1、M1A2 等主战坦克还强。要知道 M2 组合瞄具的放大倍率最大为12倍。
而 M1 的最大倍率呢只有10倍，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M2 会比主战坦克更早地发现敌方目标，然后为其提供准确的位置将其击杀。可以说，由陆地装甲车击毁的每一辆伊军坦克 M2 都有着一份不小的功劳。总结来说呢，这次美国援助乌克兰 M2 布拉德利型号呢应该是 A2 或者 A3 型，其中 A2 型的可能性最大。要知道，在1994年底之前呢，该战车的生产总数便达到了6724辆，分为4641辆 M2 和2083辆 M3 骑兵战车。大家要注意啊，这只是产量，美军实际装备数量并没有那么多，期间有很多被封存了。虽然后来大部分的 A2 型都被改成了 ODS 或者是 M2A3， 但是依然有相当数量的 A2 型被封存。也就是说，只需要解封并且简单保养一下，这些 M2 呢就能送往乌克兰，配合乌军坦克和装甲车抵御俄军的进攻。相信到时候又会有着不错的表现。